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正。你们是否发现麦当劳叔叔不知不觉地消失了呢？我记得在我的小时候，几乎在每家麦当劳的店门口都会有一把长椅，上面坐着麦当劳叔叔，并且在电视广告上也会有麦当劳叔叔的身影。但是不知不觉从什么时候开始，麦当劳叔叔就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中。或许你并不会在意麦当劳叔叔的离开，因为对于麦当劳丰富多彩的商品来说，一个时下流量明星的代言可以分分钟秒杀吉祥物的影响力。作为全球第一快餐的吉祥物，又有多少人知道其背后的故事呢？为何麦当劳叔叔是一个小丑形象，又为何现在无故消失不见？那么本期给大家深度解读一下麦当劳叔叔背后的真实黑暗历史。注意，本期并不是恰饭视频，所以想听的小伙伴不要忘记点赞、收藏和关注哦。那让我们一起回到咱们出生前的记忆。在大部分小伙伴的记忆里面，麦当劳叔叔是一个小丑形象，头顶着红色的爆炸头，鲜红的嘴巴，常常喜笑颜开。他穿着标志性的亮黄色工作服，红白条纹的衬衫，和麦当劳的颜色很匹配。那么你们一定不知道最原始的官方设定的麦当劳叔叔是怎么样子的。在1959年到1962年的华盛顿区，小丑波佐是著名的儿童电视角色，深受孩子们的喜欢，经常可以在不同的场合看到扮演他的人。当时的麦当劳为了推广就赞助了这个儿童节目。小丑波佐很会吸引儿童，每期节目里都会说要让爸爸妈妈带你们去麦当劳哦。推广期间反响热烈，一下子成为了孩子们心中的麦当劳代名词。麦当劳看到小丑波佐能够成功的使孩子们将父母拖进餐厅，于是他们决定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相似的角色，于是麦当劳叔叔就这么诞生了。我相信大家对于1963年的麦当劳叔叔形象很陌生，毕竟那个时候连我妈妈都没有出生，更别提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引进麦当劳呢。当时的麦当劳小丑形象非常讨喜，他的头顶、身上都有纸板托盘，上面放着可乐和食物，小丑的鼻子上还盖着一个纸杯。其实说是说很讨喜，但是当时的初代麦当劳叔叔的形象，我觉得属实比较狰狞了。如果说在现在这个社会，大街上有这么一个小丑扮演者，估计会把小孩子吓哭的。然而在当时的广告中，他拥有着一条神奇的皮带，可以提供无尽的能量，而且在广告当中还能看得出麦当劳叔叔能够拿出取之不尽的汉堡。虽然看上去他只是个小丑，但是麦当劳公司的立场是，麦当劳叔叔是真实存在的，偶尔还会耍魔术，他只要用手指点几次就可以有新的食物出现。如果有孩子问麦当劳叔叔汉堡是哪儿来的，那么麦当劳叔叔都会回答他们，麦当劳的汉堡都是从世界上的某个地方种出来的。更有意思的是，为了不破坏人们对于麦当劳叔叔的幻想，任何扮演他的人都被禁止透露其服装内的真实身份，甚至禁止将服装带回家。这条规则有多么严格呢？举个例子，在2000年，一个穿着麦当劳叔叔的衣服和带着他的妆容的演员在密西根州萨吉诺市发生了一次小车祸。警方要求提供姓名的时候，该演员回答的是罗纳德·麦当劳，并拒绝提供除此之外的真实姓名，因此警察只能将其暂时拘留，并且把事发原因都归咎于麦当劳。到了1971年后，麦当劳叔叔开始加入了广告界中，于是进行了重大改头换面。这个外观基本维持了40多年，直到2014年的最近更新。但是在这期间，麦当劳叔叔也是有过几次细微的变化的，特别是在1971年到1974年间的变化最为频繁。从1971年开始，他的头发被梳理过了，他的下口袋在1974年变成了长方形，前臂上的袖子也缩短了一半长。不只是外形，麦当劳在尝到孩子们的热情后，不想局限于只是吃个快餐的地方，想为孩子们打造一个更有意思的麦当劳乐园。于是麦当劳叔叔的虚拟世界便诞生了。我相信大部分国内的小伙伴应该都不知道，这个只属于麦当劳乐园的宇宙当中，除了麦当劳叔叔之外，还有汉堡神偷、奶昔哥、汉堡警长、克鲁克船长等等，并且他们还具备各自的属性和故事，这使得麦当劳家族成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玩具团体，就像是玩具总动员当中的角色一样，非常吸引当下的孩子们。于是在1976年，麦当劳还推出了相对应的手办，随后麦当劳就变成了一个不只是能够吃到一顿快餐的地方，更是孩子们欢笑嬉戏的乐园。相对应的玩具、小食、卡通人物，孩子们争先恐后的要聚集整套玩具，麦当劳的各大餐厅也都络绎不绝。时间一转，来到了1998年，罗纳德·麦当劳的《古怪历险记》的录影带发行了。这次麦当劳叔叔穿上了连体裤，而且这个新着装又坚持了10年。他的炸薯条口袋被红色缝线缝住了，心脏处的补丁被取代为红色圆圈内带有金色拱形的 M， 衬衫上的条纹现在更加厚了。
衣服的背上现在写着罗纳德，就像是穿着一件带有红色口袋的运动衫。而最后一次更新是在2014年的4月，麦当劳叔叔有了全新的面貌和新装。这个全新的麦当劳叔叔应该再也没有在国内的麦当劳中出现过了。全新的小丑形象虽然在相貌上几乎看不到变化，但是很明显衣服已经变成了燕尾服的红色西装了。这一代的麦当劳叔叔看上去没有了之前俏皮活泼的感觉，整体形象变得更加稳重，真正成为了一个麦当劳叔叔了。纵观麦当劳叔叔的出生到几十年的变革，他改变的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吉祥物形象，而是把麦当劳变成了一个不只能在里面吃饭，而且更能吸引小朋友的聚集地。自从麦当劳叔叔出现后，麦当劳连锁店更是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在1990年代，甚至每5个小时就有新的麦当劳餐厅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开业的传说。然而好景不长，麦当劳的成功并不是全面好评的，同时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评。麦当劳叔叔同样也引发了中年危机，许多家长认为麦当劳与儿童肥胖症的增长有关。麦当劳叔叔无时无刻不在引诱天真的孩子去吃垃圾食品，严重威胁到了孩子们的健康。这难道就是麦当劳叔叔黯然离去的真正原因吗？他去了哪里了呢？他又是在什么时候突然集体消失的呢？这些问题我们留在下一集当中给大家揭晓，所以大家一定要点个关注哦。那么本期介绍麦当劳叔叔的前世今生就告一段落了，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们最后一次看到麦当劳叔叔的时间，一起交流一下，看看咱们是否存在了曼德拉效应。那喜欢本视频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分享。那我是正整，下期更加精彩。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整，又到了每周 SCP 的时间。上次发了一期 SCP-1983死境之门，看到小伙伴在下面留言想看 SCP-990，感谢大家踊跃发言，有想看的正整尽量都会给大家安排上的。目前为止，正整也讲了许多 SCP 了，不管是 Euclid 级的还是 Keter 级的，我感觉对于这些 SCP 项目来说， SCP 基金会就像是个弟弟。那些大佬级的 SCP 项目只是暴露点把柄，才会让 SCP 基金会收容控制了。而今天就给大家讲点不一样的，他是个大预言家，叫做 SCP-990 梦行视照者。SCP-990 是一名身穿西服的神秘男子，据说会出现在 SCP 基金会人员的梦境当中。至今为止，没有人员在现实当中遇到过 SCP-990。如果他是个人类的话，那么连基金会都还没有发现过他。目前还未有任何报告显示 SCP-990 还会出现在非基金会人员的梦中。但自从 SCP-990 开始出现，几名特工在讨论各自的梦，发现都梦到过类似人物的时候，意外发现了 SCP-990 的存在。紧接着，大量特工报告自己梦见了符合 SCP-990 特征的人物。此现象在发生99007事件之后正式列入 SCP。下面我们来看看99007到底发生了什么吧。据说某位特工
快再次来访。SCP-1230是在一家小书店中被发现的，店主不记得自己有这类无标记的书籍，不过他试图向当地报社售卖一份关于神奇梦境书的故事，基金会成功的把故事抹黑成了一个骗局，并没收了。开始移动，他慢慢抬起头，环顾了整个房间，一副很困惑的样子。安保人员进入房间并询问他的情况，他回答道：“我在哪？”随后被送到了医务人员那里。工作人员向他解释了情况。几分钟后，教授似乎恢复了记忆，并走进洗手间。过了15分钟，不见教授出来。一名护士进入洗手间查看情况，没想到教授已经用皮带吊死了。他在墙上写下了自己的遗言：“我再也回不去了。”博士打开了书本，想去问手术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不过在打开 SCP-1230后，每张书页都湿润了，还显示了同一条信息：“我很抱歉，我没打算让这种事情发生，只希望人们能够快乐。”每一页都重复了这句话。SCP-1230保持了该状态长达3个星期，放置他的书桌必须每2周擦干一次。为了进行交流，博士在 SCP-1230内放了一张便贴纸，上面写着：“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要和你谈谈。”第2天早上，博士提交了一份关于他对 SCP-1231的梦的报告。不久后，监视显示博士将另外一张小纸条放入了 SCP-1230。几天后 ，SCP-1230首次再次展示了一个英雄的诞生。博士拒绝发表详细评论，只是说给出了一些友好的建议。在最后一次实验当中，每张书页都湿润了。我觉得这就是手术人的眼泪，他的本意是给人带来美好的幻想，但那个教授肯定是无法接受自己回到现实的，落差太大而选择自杀。手术人对此也很难过，确实梦境世界太美好了，一切都按照自己的想象，自己主宰了人生。但梦终归是梦，最终都要醒来的。这个 SCP 项目堪比灵丹妙药，可以让那些不想碌碌无为过一生的人，可以在属于自己的梦中沉睡。所以说，如果 SCP-1230真实存在，那必然抢破了头。欢迎来到梦中的世界，我就是传说中的手术人，在这里你可以亲自书写自己的未来。如果是我的话，肯定会在我老死的前一天做个200年的梦，再活一次，然后满意的死去。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真的存在这本书，大家想做什么样的梦呢？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另外，感谢波士顿龙虾、老少女、33狐狸、代号赤天使、FNF 最可爱的杯子和平凡333对我的充电支持。喜欢本视频的话，记得点赞、收藏、加关注哦。我是正正，那我们下期再见吧。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正，承蒙大家厚爱，上期2121上了热门，在此先感谢一下所有正正的粉丝朋友们，包括现在正在看我视频的朋友们，有你们的支持，我的视频才能上热门。我会继续努力给大家做出更好的视频的。在上期 SCP 视频下方留言点赞第一的是一个叫做
SCP-2125的绞刑术，看来有好多小伙伴都想看，并且还有小伙伴说 SCP-2125和上期讲的2111是 CP， 毕竟一个是绞索，一个是树，两者共存才能吊死人，不是吗？那废话不多说，下面就和郑郑一起走进 SCP-2125的世界。SCP-2125是一棵位于纽约州某处森林的白橡树，有40米高。然而树上有许多个平行于地面的分支，其中最长的一根枝条有35米，所有的枝条都覆盖在一种未知的藤蔓植物上。这种藤蔓看上去和树本身毫无关联，但是它们都扎根于树皮中。藤蔓缠绕在 SCP-2125的枝条上，最终从树枝上垂下，形成一个环状结构。这些环状结构直径各不相同，而且在 SCP-2125的异常性质显现前是完全静止的。当一名人类男性测试对象进入 SCP-2125的任何枝条下方的区域的时候，测试对象上方的藤蔓本来是无性命的静止情况，会通过环状结构慢慢缠绕在测试对象的脖子上，然后抓住它，最后藤蔓将测试者整个提起，并悬挂着，直到他窒息而亡。确定测试对象死后，藤蔓会释放他的身体，并返回非活动的静止状态。奇怪的是，如果测试对象为人类女性， SCP-2125根本不会产生任何反应，所以这个 SCP 怎么看都像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当前 SCP-2125为 Safe 级 ，SCP 基金会的女性员工随时监控着2125所伸展出来的枝条周围10平方米的区域。基金会安排一名警卫待在 SCP-2125附近的一处设施内，该设施从外表来看伪装成了破旧的木盆。这个盆上方有一个长方形的洞，这样一来，任何面对洞的人都能看到盆内坐着的人。洞的上方写着再给你写信，没关系。
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正，今天继续给大家更新 SCP 的视频，非常意外吧？作为一个常年高产的 UP 主，再加上粉丝对我的千锤百炼，区做一个视频算什么呢？反正只要你们3连给到，再难做的东西都可以做得出来。但是今天我就不用投票的项目了，讲一个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恐怖类的 SCP， 叫做恐怖老人。毕竟比起之前的几个 SCP 项目，这个恐怖老人还能有几张图片素材参考一下。对于饱受粉丝蹂躏的我，已经非常满足了。那么这个恐怖老人究竟恐怖在哪里呢？下面就和我一起走进 SCP-106的恐怖世界。SCP-106看起来是一个老年人形的生物，有着高度腐烂的外形，它的外形也是不固定的，经常会发生改变。但是不管 SCP-106以什么形式出现，唯一不变的就是外表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腐烂。SCP-106作为老人行动并不灵敏，常常会连续几天一动都不动，等待着猎物出现。SCP-106也可以攀附在任何坚直的表面上，而且可以无限期的颠倒悬挂着。一旦发现猎物后， SCP-106会试图通过破坏其主要器官、肌肉组织或肌腱来使猎物失去能力，然后把残疾的猎物拉入口袋次元当中。这似乎是 SCP-106 的巢穴，也没有统一的说法。SCP-106 接触到所有的固体中都会产生腐蚀效应，数秒之内就会导致物理性崩溃。经过 SCP 基金会的观察，了解到材料生锈、腐烂和破裂，而且在这过程当中会产生一种黑色的粘液，就类似于包裹在 SCP-106 外表的粘液状物质。这种对于生命物体会产生严重的损害，被认为是消化钳的作用。这种腐蚀过程通常会持续6个小时，之后这种效果就会消失，就像是完全腐蚀了。不仅如此， SCP-106 还能穿透固体物质，并留下一大片腐蚀性粘液。 SCP-106 还能够消失在固体当中，进入被认为是口袋次元的地方，还可以从房间的内壁进入，从外壁出去，又或者从某面墙壁进入，又从天花板离开。目前尚不清楚口袋次元是否为 SCP-106 的起源，还是 SCP-106 创造属于自己的巢穴。对于口袋次元的观察表明，里面主要是由大厅和房间组成的。这项活动可以持续数天，并且会有一些人类对象被释放出来，很明显是为了狩猎或者重新捕获。SCP-106 的狩猎行为看起来是由欲望驱使的，而不是单纯的饥饿感。106会在一次捕猎之中攻击并收集好几个猎物，保证它的口袋次元当中一直有活着的猎物。但是106也没有表现出一种可以被确定的数量，在一次捕猎行动当中会猎取随机数量的猎物，它还会与猎物一起玩耍，并且表现出可以控制那个次元当中的空间、时间和知觉。这样一个 Kate 级的 SCP 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与它进行物理性的接触，所有接触都必须在最大的安全站点中，并且要在非必要的人员全部撤离后进行。所有人员包括地级人员都必须在收容房间60米以上。目前 SCP-106 被收容在一个上锁的房间之中，该房间是由衬铅钢组成，必须被封锁于40层完全相同的材料之中，每一层材料之间都必须要有不少于36米的间隔。如果观察到了任何收容区域表面的任何腐蚀斑迹，任何工作人员或者是在离 SCP-106 房间200米范围以内的人员应该马上向站点安全处报告。而因为 SCP-106 而失去生命的人都将会认为是阵亡了，并且不会进行任何援助。因为 SCP-106 真的难以收容，每3个月或者收容失效后都要进行重新评估，对它进行物理性的收容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物理性的伤害对它来说根本没有用处。SCP-106 似乎更偏爱年龄在10到25岁之间的人类猎物。在一次测试当中，一个10到25岁之间的人作为引诱对象， SCP-106 通常会听到测试者对象声音后的10到15分钟之内开始进行引诱。如果 SCP-106 对最初的声音没有什么反应，则应该以20分钟的间隔对引诱对象施加额外的身体创伤，比如切断肌腱，直到 SCP-106 做出反应。在重大违规事件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多个诱饵对象进行测试，而106通常在诱饵完成后进入休眠状态，其中某个特工失踪了2个小时，在被 SCP-106 释放之后变成了这样的状态，也仅仅存活了1个小时。这个恐怖老人抓捕猎物到口袋里面的画面，怎么那么像跟孩子玩捉迷藏呢？不过这个口袋次元就像个黑洞一样，如果把 SCP-68 扔进去的话，你们会觉得怎么样呢？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你们对于这个恐怖老人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喜欢本视频的记得点赞、收藏、加关注。我是正正，那我们下期再见吧。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正。有许多粉丝朋友们私信炸我，是不是不跟 SCP 了？因为我好像确实已经1个礼拜都没有更新了。正正亲爱的粉丝们对我断更的定义可能只有1到2天时间，真的对我做 SCP 的渴望是1日不见如隔3秋啊。其实大家不用担心，我并没有断更 SCP，只是因为好的作品一定需要时间的打磨。
所以今天赶紧给各位郑郑的好粉丝们安排上，在上一期的留言下面找到了这个叫做亚历山大守望者的 SCP， 我就隐隐约约有不祥的预感，去搜了一下，果然在意料之内，小破站里面又是404。哎呀，我亲爱的小粉丝们，又喜欢搞我是不是？没关系，这种壮大的使命也只能我来，因为在 B 站里面也找不出第二个郑郑可以替代我的风格，所以先3连再观看。新朋友们看完再关注，你们的支持是我做下去的动力。本期视频非常精彩，你们得看到最后1秒才能体会到这个 SCP 的真正强大，因为这个 SCP 并不是第一眼看上去非常厉害的那一类。下面就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让我亚历山大的 SCP-4001。SCP-4001 被固定在一个伪装成仓库的钢筋混凝土掩盖体中，该掩体是为隐藏在埃及亚历山大市而建造的。基金会已经购买了仓库周围的地皮，上面的建筑物目前已经租给了许多企业商用，来掩盖真相。任何试图进入仓库的所有平民和未经许可的工作人员都会被拒之门外。仓库中发现的任何不该出现的人将被拘留审讯，最后删除记忆。如果入侵者不配合，那么可以用武力解决。SCP-4001 是由一条隧道组成的，该隧道向下通向前厅，连接到一个地下15米处的楼梯，沿着楼梯即可进入一座塔中，从塔出来就可以到达一间堆满书架的巨大房间。在这里，我用了星际穿越的画面素材，因为在我的脑海里也只有用电影中的画面来形容了。从文字的描述来看，两者是很相像的。你们可以脑补一下，这个房间不符合欧几里得几何形态，人可以在任何一个方向上行走，而且最终都可能返回到原点。这个房间存在于超维空间中，只能通过门口访问，它内部空间完全扭曲，就像是一个无限空间。整个房间宽度只有312米，而长度却能到达1200多公里，也没有屋顶。在使用视觉辅助或者光线适当的情况下，望向特定方向后，可能会在远处看到自己。这个房间被书架填满，每排书架高达2.8米，长100米，排列整齐。在书架之间留有2米的距离作为走廊，每50个书架有安装一个电灯，是 SCP-4001 内唯一的光源。因此 SCP-4001 内大多数的空间处于低亮度，这些灯的能源是来源未知的。地板被一张坚实的地毯完全覆盖住了，站在房间里面的人都听得到稳定的翻动声，时而还会听到很大的嗡嗡声，像是重击的声音。声音的来源是书架和上面的新书，这种情况会持续发生，而且没有任何明显的来源。简单点说，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地下图书馆。那么里面那么多书架上面的书是什么呢？其实 SCP-4001 内存放了至今为止全部人类的完整档案，而且还在持续更新当中。每个存在过的人类在此档案库里面都有一本相对应的书籍，详细记载了人生当中所有的重大事件。随着新生命的降临，档案库中也会相应添加新的书本。书架上的书本并不是五花八门的，每本书的厚度与尺寸完全相同，约为一本标准瓶装小说的大小，但其页数会随着本人的寿命及成就广度而不同。每本书的内容完全准确，所以说 SCP-4001 是地球上前所未有的最完善的情报资源之一。储存于 SCP-4001 当中的书以出生时间顺序排列，书籍和封面上都刻有相对应人员的名字。预计最早的书本对应着75000年前出
SCP-40。期再见吧。